王一博放飞自我，顶着一头大卷毛，就这么水灵灵的笑歪了嘴。85号赛车手的身份果然是一骑绝尘，热度就是这么高。赛车场上的王一博是新鲜感十足的存在，如今再加上卷毛加赛车服，微卷中分发型直接获此钮祜禄卷毛的美称。我们的大漂亮拍个照的姿势都跟别人不同，跟队友一同拍照那就是降维的表现，随便一摆就是人群中的焦点。这次王一博搭配爱飞速专属设计的蓝白涂装，85号赛车服形成刚柔碰撞，冷冽赛车服凸显职业竞技的凌厉感，蓬松卷发注入鲜活少年感。王一博素颜已经成为常态，无休止状态下展现冷白皮与立体五官，被赞古希腊掌管素颜的神。攀岩训练塑造的宽肩背肌线条强化力量美，在紧身赛车服的衬托下，好身材一览无余。这次王一博现身赛场，回归本色的闪电蓝赛车很显眼。对此，王一博也是超喜欢，3天训练下来，他开心到飞起，跟队友侃侃而谈，训练间隙手持相机记录赛道拍照的背影，引发网友催更作品。85号摄影师小王，请你放出你的作品可好？话说回来，他的大卷毛配上麦木家的衣服，这次王一博晒的全是背影图，果然懂得拿捏人心，轻轻松松带飞了上身的单品，一件 T 恤直接卖断货。摩托姐姐们不看赛车看身材，上身什么买什么，一群人下手速度堪比王一博。赛车哥在赛场驰骋，我们躺着下单就问一句，你们这帮女人不上班吗？手速快到六亲不认说，好的摩托姐姐人美心善，都是甜妹子，为什么我感觉都是女中豪杰？钢铁直女呢？这3天的赛车训练给了我们太多路透。王一博更是兴奋的发 ins 分享跟队友的赛车图，没想到在拍摄探索心境2的时候 ins 互关的新朋友在一博 ins 共创的车队帖子下留言，直接上来就是呀 baby 宝贝一出我直接笑出声来，这真的是被85号一博迷到了吧。他说要给王一博拍赛车大片，只想说王一博的朋友圈真的好丰富，户外圈赛车圈真是玩转在一起，围着他转圈圈。停留上海的王一博真的不履不停，3天赛车训练后9月份就会正式参加比赛，各位又可以见证85号驰骋赛车场的风采。赛车让王一博感叹开得很爽。接下来顶着一头蓬松大卷毛的他又转场时尚圈，参加香奈儿在上海的活动，一身黑色穿搭现身，这丝滑无缝链接你不得不佩服。王一博果然是使不完的牛劲，忙不停的工作总会带给我们无限的动力，从户外到赛场再到时尚圈，也只有他可以游刃有余，换个人真不行，这状态这经历不愧是红牛代言人，果然是牛，夸不完，根本夸不完。看了王一博最新的纪录片特别篇向颜而生，真的很直观，能 get 到他为什么总把自己挂岩壁上，为什么会从零开始爱上攀岩这个刺激的极限运动，也真理解为什么纪录片能从全球申报的7180个项目中杀出重围，入选第2届新时代新影像中外联合创作计划扶持项目了，更能理解为什么新华社、人民日报、工人日报、新华网、全球纪录片联盟、中国环境等等官媒集体下场，力挺这份来自王一博专门定档在今天国际青年日的献礼了，真是满满的青年力量，鲜活又热烈。但不同于探索心境，正片这个特别版22分钟还原了很多被删减的现实困难，和王一博真诚不加掩饰，坦诚的絮叨心路历程，他的紧张，他的忐忑和害怕，原来爬上山滑倒摔了那么多次，原来第一次在岩壁上挂吊杖过夜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安全感，晚上还被虫子咬了很多，还被咬醒了，原来他也会害怕领攀冲坠的危险，害怕之后手就会紧张到有点握不住的感觉，原来他挂在岩壁上暴雨淋着身体室温的时候想的也是完蛋了，原来不卖惨活成小说一样的男人更鲜活了，也会害怕会恐惧疼，也是真疼，但他真的在这样一个个极限绝境环境里无时无刻的挑战自己，自己和自己博弈，自己挑战自己，去突破苦痛压抑整个身心，自己体验登顶征服这个山，那可就翻倍，变成了极致的成就感和爽感，感受到像是刺激疯了的快感和极限鲜活活着的自由感，可能人就喜欢自由吧。王一博为了精神自由可以做到什么份上啊？但人生不过3万天，活的感觉不就都在每一个酣畅淋漓的当下吗？一场场攀岩征服何尝不是人生挑战的微缩呢？可以边看边感慨，真不管你之前是不是了解攀岩，都很能共情到他的紧张，他害怕下的乐观自我调侃，还有他突破极限后的爽共情，体会一点一点突破自极限的过程，这也是心气疲惫下被充电的感觉。他的攀岩是一个很实际的成就感，就像他说的，
登顶的时刻是最接近真实活着的感觉，让他觉得做的这些的努力，这些向上攀登的过程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不也是吗？自己人生只要行动起来，去克服，去面对，总会有属于自己的每个小成就的。特别是自己喜欢的事情，只要你想完成，就尽可能去尝试，行动即易，突破即答案，也许就这么简单吧。这也是探索新境播出时 Discovery 负责人说的，希望王一博去做青年人精神 GPS 的意义，向人民日报说道。王一博的这份国际青年节礼物，献给每一位向上攀登的你，你 get 了吗？看到上海站赛车现场，这位赛车手对王一博的高度夸赞，才知道王一博为赛车圈带来了多大的影响力。他说，我特别欣赏他，同时也非常感谢他，他对中国赛车注入了很大的能量。以前的赛车场观众席都是冷冷清清，但是有了王一博的加入，不但让观众席满场无虚席，而且让这项极限运动变得热闹了起来。这就是王一博实实在在的强大影响力和号召力，特别欣赏他，同时我也特别感谢他，因为我觉得他对中国赛车做出了很大的贡献。包括这边的看台，之前我们比赛全部从来都没有坐满过，甚至说都没有什么人，但因为王一博的存在，让这项运动变得热闹起来，让这项运动变得更多人都知道。作为内娱顶流跨界参赛，王一博参加赛车赛事，绝不只参加一项运动那么简单，而是把自己的流量和人气也一样注入了赛车圈。作为一项小众运动，赛车运动以往很少受到大众关注，可王一博的到来，却让更多的年轻人开始了解赛车文化，这也为赛车运动证明，让大众看到它不只是所谓的富二代游戏，更是一种体能、脑力和抗压能力的专业试炼。而王一博自带流量的抵制，也将会为赛车圈的后续建设和发展带来正向影响。光是门票被抢购一空这件事，就能为赛车圈吸引更多商家承办和赞助赛事，这对中国赛车产业的长期推动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。怪不得自从王一博加入赛车大家庭后，赛车圈就表现得一派和谐，不仅因为王一博的到来蓬荜生辉，还为他提供赞助和技术支持。因为一项运动只有受到更多关注，才会有更好的发展。所以看到王一博被赛车圈真正接纳，也十分感慨他的格局。这个圈子值得被王一博带着做大做强。一场比赛能让2位品牌爸爸陪赛，4个代言同时参加，除了王一博，还有谁能做到？妥妥的财神爷小金猪。所以曾经那些排挤他的摩托车圈子，早就把肠子都悔青了吧？你见过真正的向颜而生吗？当王一博悬在海拔800米的山脊上，当暴雨砸得他睁不开眼，手指在岩石缝里渗出血珠，那根保命的绳索在风雨中晃得像根竹丝。这个26岁的新手正在用全身的力气，在无人走过的绝壁上刻下了一条崭新的攀岩路线。有人笑他傻，顶流明星何必玩命？是啊，随便拍个综艺进个剧组也不必如此玩命。可是他知道演播厅的灯光照不亮真正的旷野，综艺剧本写不出生命的重量。暴雨中他独坐岩壁的几小时，冻到嘴唇发紫，身体在颤抖。可是等雨一停，他说已经到这里了，就不要放弃，凭借着身体的控制力与心理的韧性，克服本能，坚信自己肯定能完成。当探索心境斩获泰利奖小金人，当特别篇向颜而生8月12日开播，仅20分钟的纪录片开播仅1小时，在平台内飙升总榜第1。这时我们才懂，原来有人真的在用生命拍纪录片。从职业赛车手到高山开路者，他总把热血动漫活成纪实文学。最近上海赛车场的引擎又在轰鸣，你看他又在挑战下一个不可能了，致所有的追风者。这世上本没有路，敢把悬崖当舞台的人，终将成为大地的新刻度。